那据我所知，你是已经单身了很长时间。我其实可以用寡王这个词来形容。谢谢。那你是觉得为什么会成为寡王，或者是你怎么定义寡王这个词呢？寡王啊，对，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寡王。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就是现在大家更多的去注重自己的发展。我觉得首先，我会更倾向于先把自己就是变得越来越好，先循着自己的脚步去走。这样的话，我就会遇到我喜欢的或者我会有感觉的男生。对，因为从我们他人的视角看来，就是你性格又好，长得又好看，然后能力也很棒，就是我觉得你怎么着都不应该会单身。所以我觉得你在选择做寡王这个路上，你是选择主动单身的，不是我选择的，这是被动。你是被动选择单身吗？我觉得你应该是选择主动单身的，有一些主动吧。对，就是你会有一些择偶标准，就是这个线卡到你了。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退缩，其实我有一点回避型。对，就是谁没受过爱情的伤啊？就是很多，就是怎么说呢？后来就是慢慢会有点害怕了，就是他真的是喜欢我吗？他是不是就是要怎么，就是有一些其他的目的或者怎么样？我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大胆了。就是以前其实我朋友都说我是那种敢爱敢恨的类型，但是我现在其实会有一点就是退缩。那你们两个觉得他这种是选择主动单身的，还是被动单身的？就是拉姆的这个行为的，我觉得他是在主动的行为上夹杂点被动，主动加被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猜拉姆肯定是想去得到一段恋爱去谈一谈的，但可能就请你再现一下，可能就是他假设他看到一个很漂亮，不是很漂亮，很帅气的男孩，他可能会说这个好帅，但是后来可能又会顾虑到很多，说他可能这不是跟我本地的，或者说他可能跟我的就是什么会聊不来，然后从而又退缩了，去这个主动的对吧？你提醒我了，我还会自己假想。就是我会想很多，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我就会已经想很多出来，想着想着我就退缩了。对，就其实不是不想谈，是想谈，但是是因为自己选择独立，或者是或者是逃避吧。我理解。其实我觉得我很矛盾，我很多时候就是特别想谈恋爱，但是一想到要谈恋爱，那我又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分到这个恋爱上，那是不是会耽误我工作，耽误我就是事业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会有这种顾虑，就是其实很矛盾。我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是那种完全就是主动选择单身，就是完全是主动选择单身，因为他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人要允许另一个人来介入自己的生活，分走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分走自己一部分金钱。如此独立的人吗？就是不能，就是真的会有人不理解这种行为，他就是觉得自己一个人更好。其实据我所知，其实有83.5%的人都会选择，会希望有一段就是稳定的情感关系。像你这样子的朋友其实还蛮少见的。事业应该很成功吧？那万一人家不成功，可太伤人家心了。人家就是选择，就是成为寡王，他可能是专门选择的，就是选择成为一个独立的人，选择投身自己，或者是对，就是这样。那也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是选择顾忌很多，对，有所顾忌，或者是逃避这种爱情的相处，确实是有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平时和他对象吵架的时候，我基本上都说分，当然是那种很不耐烦的，就说分，就是他有什么好的，你们直接分手好了。但是一旦遇到比如说重大的情感问题，比如说他们吵得非常严重，因为我知道他们平时是小打小闹，但他们一旦是吵得非常非常严重，那我这个时候反而可能会比较谨慎。我说我之前跟你们说劝你们分手都是只是开玩笑的，但是你现在要考虑的是你当下的真实感受，因为我其实不能带入你自己的，对你和他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当时你之前的情感投入有多少，你在恋爱关系当中是否舒适，我不能完全共情，我只能听到你的一些吐槽或者对他不好的部分，所以我说一旦涉及到你是否真正要分手，我反而会劝他谨慎一点。对对对。但是我跟你有点不一样，就如果是我的朋友跟我讲他恋爱中怎么样了，就是如果就是在我看来
他跟我吐槽的这个事情，如果对方不是犯出一些原则性的错误，是可以改善或者说商量的，我会跟他说，我说要不你跟他谈谈呢，就是聊一聊呢，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而不是就是那种。但如果说是做出一些伤害到我朋友的事情，或者说一些违背原则的，我就会立马叫他分。就是会比较酌情考虑吧。我是从来不劝分的。你是从来不劝分的？对。我就是那个拆庙的人。我是不劝分的，主要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还在问我，你觉得我们俩要不要分手，说明他不想分手。他如果想分，自己就分掉了。那我感觉我没有必要浪费这种无所谓的口舌，所以我一般是不会劝分。当然，就好像你说的，如果他真的遇到那种非常重大的事情，在旁人看来太离谱了，你必须要分，但他自己还是拎不清，然后过来说，你说我要不要分？给他一巴掌。我真的会给他一巴掌，真的。那我有个私心的小问题，就是你觉得我跟拉姆在你们两个朋友作为在你们两个这段恋爱关系当中，有起到什么作用吗？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吗？没有。拆呀，拆呀是什么？拆。我们纯电灯泡。我说拆。你不是说起到什么作用吗？拆他们两个。你不是劝分不分劝和吗？没有，开玩笑。你想起到的作用就是在我们俩无聊的时候增加点乐趣。就是无聊了之后，拉姆小猴一起出来玩，是吧？对呀。谢谢。我觉得，我感觉多了，也不能说多了人分享吧。怎么说呢？就是至少让我觉得，如果我实在有困惑的问题，我是知道我可以找人去问的，就是类似于一个情感的后盾吧。不是宣泄，就是后盾，就让我觉得有人是站在我后边，虽然也站在他后边。我之前看了一个追星的视频，就是一个女生在那个韩国追她的欧巴，然后就是有记者采访她，她说你喜欢这个谁谁谁吗？她说我好喜欢。她说那你愿意和他结婚吗？她说那还没到那种程度，就是可能我觉得也代表了一种00后对于谈恋爱的一种想法吧。那你们就是在选择和彼此谈恋爱前，就是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者是顾虑，或者是观点吗？就是你们选择彼此顾虑是吗？其实我觉得唯一的顾虑的话，可能也就是距离上的顾虑吧，因为知道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可能一个来自江苏，一个来自山东，很近啊，山东，但是很近，但是也是就说白了，虽然近，但是也是有点距离的。你就别说这个距离，就像可能我住这个小区和住那个小区之间都有点距离那种感觉。但是而且尤其是像那就刚谈恋爱的小情侣在一起，肯定会非常的腻歪，一分一分，更别说再跨一个城市之类的。但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也还好，因为毕竟就是我们的生活中不只有恋爱，还有包括一些工作自己要处理的事情或者说自己对未来的发展之类的，总有些事情来填补这段就是因为距离所产生的这种寂寞吧，可能说是空虚感。你只是一个填补寂寞的人。你看他就会煽风点火，你看他就会煽风点火，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得那就是说的那你跟他在谈走了。那你在谈恋爱期间就是会 all in 自己的所有吗？包括情感或者是其他全心付出？对。我会 all in 自己的情感，但是可能我没有办法完全把所有的生活全部都投入到感情里面去。你就是需要自己的空间。我觉得我是需要的。其实说到空间，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恋爱模式，就是边界感恋爱。我觉得恋爱还是需要一点边界感。我个人也是认为。那你们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就是会明确的告诉对方，我的边界是什么吗？就比如说，我的手机你是完全不能看的。或者你不可以查我的手机，你们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吗？就不会有一个很正式的谈话说我们今天来确定一下哪些事情是我的边界，就不会有一个这样的谈话。但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聊到这种问题，然后就会讲一下，就说我觉得谈恋爱就是没必要看手机什么的，可能就会用这种不太正式的方式去表达一下。小庄呢？其实我也很赞同他的观点因为就是你要说让我立个条条框框来说，给你，反而会让觉得我好像有什么奇怪。那我就对像跟他合约情侣，对，就是你要突然在一起坐在一块儿，后来我打了几封
文件，这是我的底线，哦、你不要踏，这就很奇怪。就是你们其实是有彼此的原则和边界感，但是不会明面上来说，但是这些是隐形存在的。